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是，我这2棵 Audrey Starb Rose 在春夏之交的时候的最好看的那一波花。那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0月中旬，花肯定是没有春夏之交时候那时候好看了，现在只有零星几朵。那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是，就是说，在今年早春的时候，很偶然的原因吧，就是这2棵花经受了不同的修剪方式，然后现在就是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地方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大多伦多区，然后这花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呢，是在房子的南边，稍微偏东，是在前院和侧院交接的一个地方然后其他的这2棵花的水肥管理全部是一样的。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外面这棵花呢，其实更靠外，所以接收阳光道理是应该更好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棵花的话，叶子的话就是有点惨不忍睹了，上面就是长了很多的黑斑。有些叶子呢是它最近自己掉下来的，但是有很多叶子其实是给我撸掉了。我看那个前段时间那个黑斑长得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就很怕它把整棵的那个叶子都感染到，所以就把它撸掉了一些。然后后面这棵的花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几乎是很少的黑斑。有现在可能天气凉了，有那么两片吧，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呢是真的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黑斑都没有的。然后这个是为什么原因呢？我自己其实也是，想了一段时间才想明白。我个人认为，大家看到没有，这棵的形状是有点扇形的，是就是说摊开的，左右摊开的，但是前后其实并不是很厚，是有点薄的。当然这一棵的话，大家可以从那个枝干的那个形状看到，这个是一个锥形的，就是它没有摊开，它是围绕着中间这样子圆着长的。那这个主要我觉得就是可能是跟我那个早春的时候修剪的一个方法有关系了也是很偶然的。早春的时候呢，这边有根很粗的枝，很壮的枝。从底下到上面，接近底下吧，就是大概四分之一的位置，到顶上都黑了一大半，大约2/3都黑了。然后完了，因为这个枝很粗壮嘛，是根主枝嘛，哎呀，让大家看清楚一点就这根枝。我当时其实是不是不犹豫的？我其实也上网查了很多资料，有些说法是，其实说你这种主枝的话，它只要是没有超过1半的黑感，其实它自己会慢慢恢复的。那当时我就有2个选择了，就是要不就把顶上那最黑的那一段给剪掉，剩下的留下来，或者是就是干脆剪到这里。剪到这里其实已经剪掉了。大约3/4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对比一下，这个整个高度，整个高度是很高的这个。所以的话，当时也是有点犹豫，当时完了就是最后还是一狠心一跺脚，就把它给砍掉了。然后完了，这棵月季的话呢，也是很争气。你看它最后发出来的那个新的那个杆，就朝外发了，然后朝里发了一根小杆子。这个其实当时其实应该把它剪掉，也应该是可以的。然后有的时候运气不一定那么好的，就是你在这儿就是砍掉吧，然后完了你指望它从这儿发出一根枝条来，但是不一定，它有的时候这儿不发，它从这儿发，那样子的话就挺尴尬的了。但这次这棵花其实也是算比较争气吧，就是朝着那个理想的方向长出了一个新笋，还是挺粗壮的，然后就形成了这个状态。然后今年就一直这个叶子就是长得特别好，花开的也特别好。但是它就是因为在后面嘛，它有的时候它那个花出来盛开呢，就是会比前面这棵花呢，就是会晚那么几天，晚那么可能是4、5天吧，大半个星期。
就是那个是次要的。我觉得这个叶子的健康状况是非常重要的。我呢接受计划就是明年春天肯定是也要把这个再修一修，把它尽量剪成一个扇形，看看是不是会好一些。到时候可能会再做一期新的视频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成效怎么样。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再次介绍一下，这两棵花叫 All Dressed Up， 中文有人翻译作盛装待发，我觉得翻的也挺好的。然后这个花这个颜色是这样子的，是那个中等的粉色，非常直立，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家前院的当家花旦。好，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请点赞；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请订阅。谢谢，拜拜。